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Maricho Games 頻道。今天繼續介紹世界英雄完美版的新系統——飛行道具破壞技。這個系統是從系列2代開始，通過精確防禦觸發的飛行道具反彈系統演變而來，進化成通過特定的通常攻擊觸發的飛行道具破壞技。利用這個系統可以摧毀對手發動的飛行道具，從正面快速接近發動進攻。一般飛行道具有上段和地面2種飛行軌跡，所以飛行道具破壞技也有分成上段和下段破壞攻擊。部分角色還有利用跳躍攻擊來觸發飛行道具破壞技。也有一些同時擁有站立和跳躍等多種破壞技的角色。有時候可以通過預判对手發招，在摧毀飞行道具的同時借必殺技摧反對手。不過，其中也有一些使用场景非常少的破壞技，例如橄欖球的跳圈拳，只能破壞面具的抛物線移人。還有部分角色僅有衝刺攻擊可以發動飛行道具破壞技，實戰中很難運用。其中較好的是珍妮的衝刺重斬，可以兼顧上下段破壞技。但布罗肯只能破壞上段飛行道具。出云娘子的衝刺攻擊僅可以破壞下段飛行道具，使用場景很少，且難度較大。幸好她有其他方法可以進行躲避並反擊。最不幸的是拉斯普丁，他是以飞行道具牽制打法為主，不但會被對手摧毀，而且他本人卻完全沒有飛行道具破壞技。除了通常攻擊以外，個別角色的 ABC 附加攻擊也有飛行道具破壞效果，性能比通常攻擊更好，能夠兼顧不同速度的飛行道具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破綻。另外，有一些必殺技也能與飛行道具互相抵消。有個別必殺技還能摧毀飛行道具。除了飛行道具破壞技以外，個別角色還擁有更強力的飛行道具反彈技。性能最好的是宙斯與迪奧的飛行道具反彈技，不僅出招快，還能反彈多段飛行道具。
一般角色只有面具的冲刺中角可以反弹下段飞行道具。吕布的 BC 挑衅虽然可以反弹上段飞行道具，但出招停留时间太长，實戰中幾乎不可能命中。不過，橄欖球與維京人，他倆擁有專門用來反彈飛行道具的 APC 附加攻擊。關於這兩招的特性與區別，解釋起來有點長，我之後會在 APC 附加攻擊篇中進行講解。有些強化版和超必殺技型的飞行道具，雖然也可以用飛行道具破壞技去摧毀，但有很多限制。面具和真理的強化版飞行道具有2段打擊，一般角色的飛行道具破壞技只能抵消其中1段，第2段還是會被擊中，還不如直接防禦。瘋魔的超必殺技爆焰咆哮彈有10段打擊，一般飛行道具破壞技只能抵消傷害最高的第1段。維京人的 ABC 附加攻擊盾反可以同時反彈3個飛行道具，還能把爆焰咆哮彈打消。而且也和宙斯和迪奧一樣，可以反彈面具和真理的強化版飛行道具。宙斯與迪奧甚至可以粉碎掉瘋魔的 Max 版爆裂救急拳發出的手裡劍。連悟空的聖天舞變出來的7隻小蜜蜂也能全數擊落。不過，說到飛行道具破壞技，其實也不是世界英雄完美版首創，早在92年的初代龍虎之拳裡就已經出現了。到龍虎之拳2裡，其實用性達到了巔峰，無論打電腦還是對戰，都是必須掌握的技巧。相反，在世界英雄完美版裡，除了個別角色可以應用起來，更多的是娛樂屬性，偶爾可以打一下網球。接下來介紹一下關於飛行道具破壞技的 bug。雖然本作取消了2代的反彈系統，但在精確防禦時仍然可以聽到清脆的防禦效果音。如果我方的氣場滿顆狀態下反彈強化版的飛行道具，那麼在飛行道具接觸到對手的瞬間，我方的氣槽就會被清空。但如果對手躲開了，那麼氣槽就可以保留。有時候在反彈飛行道具時，飛行軌跡會變得很奇怪，例如鑽到地下後再從天空中出現。
橄欖球還有一個有趣的 bug， 在進行有效操作後，可以達成類似遁地的錯位效果。關於這個 bug 後續的玩法，以後會在 bug 合集裡詳細解說。最後來一段與有人 Galopon 對戰時的有趣片段，結束本期的介紹吧。如果這篇介紹對你有幫助，請點讚、訂閱和分享給喜歡世界英雄網美版的朋友吧。感謝您的收看。這裡先等待那一條光柱下來後，用飛行道具破壞器把它打消，就可以進行反擊。那我就輸定了。